接下来的讲题是智慧座舱与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这个专题我们邀请到的是翼龙电叶宗颖总经理特助来为我们进行分享。Our next speaker is Joe, Executive Assistant from Elan Microelectronics. His topic today is Elan Smart Cockpit and ADAS Solutions. 我们掌声欢迎叶总经理特助。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翼龙电子的 Joe。那今天前面几个讲师已经分享蛮多市场相关的讯息。那今天的话，我会花这个剩下的20分钟跟各位报告一下，翼龙在车用的领域，在 AI 的产品到底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主要分2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智慧座舱。那在智慧座舱的话，大家可能会有听过，翼龙做所谓的人机界面。那我就举个例子，基本上各位在现场的每一位都有用过我们所谓的人机界面。那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是因为现在各位每一台都有使用过笔电。那笔电的滑鼠板、指纹辨识跟触控，我们现在全球市占率都是第一的。所以各位现场的人都有实际体验跟摸过我们的人机界面产品。这是第一个部分，在我刚刚讲比较具体一点，智慧座舱的部分我们到底做什么？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在 ADAS。那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翼龙什么时候开始做 ADAS 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分享。但是简单讲的话，可以是说，翼龙我们有子公司跟集团，还有透过策略性的伙伴跟投资，让我们在 ADAS 的不管是影像辨识跟演算法。都有一些成绩可以跟各位报告。那这部分的话，我会先从我们的 AI， 因为到底 AI 是好的 AI、不好的 AI、真的 AI、假的 AI， 那我会以我们的 definition 跟各位做个分享。那再来讲完这个比较算是比较 fundamental 的部分，就会进入到我们刚刚相对应的 solution， 包含智慧座舱跟 ADAS。那第一个的话，我刚刚讲到就是比较是 fundamental 的部分，这是我们有算是7个 pillar， 我们认为是在 AI 的部分是非常 critical 的。第一个的话是比较偏硬体的部分，所谓的当然 ISP 就是包含你要有不错的 camera， 也要有不错的 ISP 的晶片。但是等一下会提到说，也不是说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先进几奈米的晶片才就是叫好的 ISP。那第二部分的话，就会讲到比较是 AI 相关的，包含演算法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我们现在用的是哪一些的演算法，然后再怎么去辨识一些我们叫是小的 object。那下一部分的话，就是提到就是 data set。为什么 data set 很重要？我等一下会提。因为你没有好的晶片，你没有好的演算法，你没有好的 data set 去训练、去 training 你的 model 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的产品是不会完整的。那最后的话也会提到说，我们现在当然在除了辨识以外，到控制到实际的一些量产的经验，这当然是都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演算法的部分，那这只是一个这是我们一个 paper 这是我们那个叶董我们董事长在这边的话，他也是一个也是在 paper 里面。那这边的 title 是 CSPNet， 就是大家可能听过 CN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它这个 CNN 的 backbone 的 CSPNet 这个 paper 在讲这个 fundamental 原理的话，已经被 citation 超过10000次了。那这个话就是基本上是有提到所谓的我们现在在使用影像辨识一开始使用是 YOLO V4。那时候其实在所谓的每年他们都会有这种一个比赛 object detection 的比赛，那看到我们在那一年2年前到2021年的 YOLO V4， 我们的 CSPNet 当 backbone 的话，那时候是影像辨识排行榜我们是第1。那当然现在的话，我们也已经 update 到所谓的 V7 version 7， 然后当然也是比 V4 的辨识率更准，然后也更精准也更快。那我们其实实际应用的话，第一个不是在车用，第一个反而是在 Smart Traffic 这边。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的话，第一个这个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新竹那公道5路啦，那个 Costco 前面那边车子非常多的，
特别选那边，哦，车子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在做所谓的，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我们有辨识大小车、机车，然后还有颜色，还有车流量的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 Violo V4 是在这几年是先用在 Smart Traffic 的部分。那包含这个可能大家可能去网络上找我们跟中央研究院的合作，还有采样机的部分的话，可能都找到相关的一些新闻。那提到这个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其实除了公道路的话，另外大家可能这个也蛮熟悉，就是科学园区的大门口哦，那边的话也是，车子也是很多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在用这样一个影像辨识的方式先收集。然后再做车流量的分析。那下一部分的话，其实刚刚也有提到所谓的 V2X 嘛，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今天的 focus 在 AI， 但是在车子的部分，但之后的话，如果能用我们不同这些 simulation， 那可以想象以后 V2X 车子跟整个 traffic light 连接在一起的话，如果之后的话有像有救护车，哦。或者是 fire truck 的话，它是可以自动让它通速最快的方式，哦，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有急迫性的，所以这个是现在也是在开发当中。那另外一个刚刚回到就是所谓的影像辨识的部分，哦，所以我这边也可以秀一下，我稍微分享一下这 data set 的重要性。所以大家 data set 可能大家想到哦，就是早上啊、晚上啊，哦，好是。平面的部分啊，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的啊，这个是算最基本的。那我分析的更细一点哈，基本上包含不同的刚刚讲daytime 的部分啊，气候的部分啊，然后你 driving 的 scenario 部分，到底你是在哪个区域的 driving 的话，这都是会有你都要收集不一样的 data。然后甚至在这边的话，刚刚讲我们会特别提到就是 data balance 哦，你不能 data 不能偏向太向哪一边，你要一个 data balancing。这样你 train 出来的 model 才准。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就要秀一下，这个可能大家有看过，这是在3年前高速公路上，就在台湾这边，好，特斯拉有部 truck 这边倒了，那它直接特斯拉你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应该自动驾驶的时候，它其实这边有刹车，跟这边冒烟，刹车判断，然后来不及撞上去。那这一页的话，不是说批评 Tesla 做不好，他其实做得非常好。但就回到我们的 slogan，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意思是说什么？这一些演算法的部分、data set 部分，只会持续要一直被 update， 一直透过 OTA 的方式更新。哦，所以我觉得在自动驾驶部分，我觉得特斯拉也是全世界现在是算一哥，所以连他们可能都还在 improve。那当然，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 focus 在 data set？的 balancing 的部分。哦，最后补充一下，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总会撞上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就是反推来用结果这样反推的话，应该是他们没有去特别去 training 车子会倒成这样子，所以它就造成说没有 training 的部分就直接撞上去。所以我们常常开个玩笑说 AI 其实是有点笨，因为你没有 training 它那个 scenario 的话，它是不会知道的。哦，它不是万能的，你要针对不同的 scenario 去做 training， 它才会知道那些 scenario。要怎么做？要加速还是要刹车？要左转还是要右转？那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要做 training 的话，举例我要 training 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躺下来，不能开过去，不可能直接叫一个人躺下来嘛。所以的话，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所谓用 AR 或者所谓的 VR 的方式去做一个 simulation， 去做模拟，哦，去模拟不同的这些刚刚讲不同的 scenario。然后再让我们 data set 可以更完整。那这部分的话，刚刚是整合的所谓的 AR/VR，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尤其像台湾的部分的话，机车很多，美国机车就很少。哦，这个也是要额外你要去做额外的 training 的，或脚踏车的部分，或它有甚至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这些 sign 的话，这些也要做当地的一些 training。哦，所以不是也是万能整套。A 国家直接用到 B 国家，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这样子的。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们用 AR/VR 的部分去做这些的相对应的 data set 还有 training。
那最后可能大家常常提到就是 generative AI 啦。那 generative AI 的确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透过 generative AI 从这个照片变成这个，哦，这个是上面下面是对应到上面的这样子。哦，我们也透过 generative AI 去 create 新的 data set、新的 image， 让我们的演算法更强。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在 data set 部分就是 MLOps。那这个的话，简单讲，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不同 scenario， 但是可能在 Tier 1的部分，或者是我车厂的部分，他们认为还不够，或他们有一些更 niche 的 scenario， 他们自己也要做 training， 或者他们有些 confidential 的 issue， 所以他不能开放给我们这些 data set。哦，所以变成说，我们也在有所谓开放一个 tool 叫 MLOps， 让他自己做 training， 就是反正我们有我的一个公版，我们会帮他客制化，如果我们客制化不够的话，再给客户让他自己做更 precise 的客制。那刚刚就是大概只是把 data set 跟原理讲完，我们现在在讲focus 的话会比较偏应用。那刚刚我先讲智慧座舱的部分，我刚刚讲人机界面。那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大家不管是看到电动车，或者是现在新的车子里面，人机界面、面板等等，只是越变越多嘛。我相信可能看到不同的荧幕，然后大家简单讲，看到荧幕就想触控，就想去摸。那回归到说，那这个东西震感的部分呢？所以因为这样，其实我们也有在开发所谓的 haptics 震感，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都是用虚拟键的，现在已经不是用这些传统的机构键。所以那 AI 做什么？像我们有用这个是手套，在 iPad 上面是不能动，但是在我们上面的我们触控 IC 界面是可以使用的。哦，所以我们也是从使用者去，我再秀一次哦。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说他会怎么应用，可能一个消费型的平板它不会用手套，但是在车上的话，尤其不然像日本他们计程车他们是戴手套的，我觉得是一个尊重，他们戴手套，或者是欧美国家的话，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会戴手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信用卡，这上面是有放个指纹，那我怎么秀这个是说之后会更多的 customization。举例，当然你可以进去一部车子，你去选我是谁。另外我上去的话，像宾士 S Class。它有一个指纹辨识，直接去按，把你全部的 setting 都会依照你要的，哦，它会去做个调整。那刚刚有提到 ISP 的部分，哦，所以这个我们也稍微比较 ISP 在比较 critical 的一些地方，哦，包含在比较暗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些的，这是在隧道里面的话，或在tunnel里面的话，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解析度，哦。还有在除了特别暗的地方，特别亮的地方，特别亮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蛮关键在 ISP 的好坏，所以这边可以秀一下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现在 ISP 的一个 performance。哦，所以然后这是我们的停车场，我是从暗的地方开出去到很亮，带太阳。那在 ADAS 的部分的话，这边我也简单跟各位报告，我把我们一些现在做的一些 function 的部分，这边就简单的列一下吼。那包含前 camera 跟后 camera， 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叫一个所谓 define， 我们叫 inline net。inline net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一些的算组合型的演算法哦。那可以看到我们同时间的话，我们同时间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 object detection 嘛，哦，辨识这一些到底是汽车、机车等等的卡车。第二个是我会去 partition 说哪一些区域是可以开的。哦，像我可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话，就有这蓝色的区域被框起来，我是可以开的地方。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再做就所谓的 segmentation， 再分 driving 的那些每一个 lane 再分别出来。所以这同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 local， 好，这些东西都不是透过传输到云端去做更复杂的processing， 就是直接在 local 的 edge computing 就可以做到。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前 camera 的部分的一些
可能这些大家都蛮熟悉的了哈，那我就不赘述的一些 feature。那后面 camera 的部分可以看到哦，尤其像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基本上鱼眼，因为什么要鱼眼？因为最怕就是倒车的时候有行人这样走过来就会撞到哦，或者车子立刻开过来。那我们这边特别 highlight 就是我们是 local 的 edge computing 就 ETOPS 哦，那毕竟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不是 ECU， 所以我们也是 focus 在说在 low computing 的部分就可以做到 local 的 edge AI。那其实这个是混着在你可以说智慧座舱也 ADAS 啊，应该算智慧座舱。那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做刚刚提到指纹辨识，就是生物辨识的一种。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做人脸辨识，啊，当然生物辨识、人脸辨识、指纹辨识。下一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做所谓 DMS。好，那 DMS 的话可以秀一下，就是主要是做这一些的 functionality。好，那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是可以看到，我刚刚讲这全部都是在 edge computing。那我们可以基本上这一些你要增加更多的 scenario， 那我们就是会去 collect 更多的 data set 去做 training。那下一个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等一下会提到我们在一些实际量产的一些成品。那我们在我们现在蛮多的项目其实是在大卡车或者 commercial bus、commercial truck 的部分。那它跟轿车差别在哪里？它会有所谓的一个内轮差的部分。哦，轿车其实比较不会有内轮差，因为车子比较短。但是在这种大型车的话，车子比较长的时候，它会有所谓的内轮差。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看到说我们在做这些的辨识哦，尤其是在它一进来，你看只要一进这个镜头的 FOV 的话，就要立刻辨识，或者是不管是在白天、晚上的部分，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它晚上一进来的话，就一进这个镜头的 FOV 就要辨识得出来。那我们刚刚提的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 L0 或 L1， 就是还没有到控制哦，就算是辨识而已。那现在我们还在开发的哦，应该是最近慢慢等下就会秀，我们已经有在上路，有在 trial run 的，就是所谓的 L2 或者是 L2 Plus， 那就是拿 sensor fusion，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 sensor fusion camera 跟 radar 做个 sensor fusion 来控制哦 steering wheel 哦，然后还有油门的部分，还有刹车的部分。那这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些key 的一些 functionality。那我们也会去拿所谓的，可以看到这个影片里面的话，除了影像的话，我们也有拿 lidar 拿光打，所以我会拿 radar 加 camera 变成 sensor fusion， 然后会去做 lidar 跟 lidar 去做一个 benchmarking， 确保我们 solution 是至少有些地方是超越或至少接近 lidar 的一个 performance。那最后一个 section。我会用2页跟大家提一下大巴的部分，因为的确在这几年的话，我们看到政府在整个电动巴的部分有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好，它是5年的一些补贴，那刚刚我这边就只是简单讲补贴的一些金额的部分啊，然后它要求的一些相关 ADAS 的一些技术，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这一块我们也跟台湾几个比较领先的大巴方的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这边也秀一个影片，这个就是在 LK 的部分。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在 L2 control 控制的部分，现在我们在就做 pilot run 的部分，然后陆陆续续就会准备量产。好，那就回到刚刚做个总结，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今天翼龙电子不是只是所谓的开发的 IC， 我们是一个 solution provider， 包含从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还有 data set 演算法的部分。那我们的 focus 还是回到座舱的部分，就是人机界面，另外就是 ADAS 相关的。好，谢谢各位。
谢谢翼龙店 Joe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